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有朋友問大鐵鍋蒸饅頭需要多長時間？做一發饅頭又該注意什麼才能把饅頭做得更加蓬鬆暄軟？今天就分享一下。今天咱們準備的面粉是中筋粉，這裡大概是5斤半，加上7到8克酵母，然後先把酵母和面粉摻匀，然後別的東西咱們可以加也可以不加。接着咱們選用溫水，這個溫水呢大概30度左右，不需要太高。第一次倒入的水要稍微偏多一點，然後把能攪成絮的都攪成絮，剩下的水呢看哪裡干粉多就往哪裡加，全部攪成這樣的絮狀，手摸着呢有一點偏軟，這個狀態咱們就可以來揣面了。如果說揣着揣着突然間感覺很硬，咱们要再撒一點水來和面，這樣咱們就能很精準的把面團的硬度掌握好。咱們也不需要直接去称多少水然后多少面，直接這樣揉就能感受到面团的硬度。面团和好之後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這樣的乾粉塊，這個不要緊，問題不大。咱們只需要在發面之前在上面鋪上一層水，這個水呢不需要多，直接用手抹在上面就 OK， 這樣能防止它風乾。做一發饅頭大家要注意，咱們和好的面团用保鮮膜稍微蓋一下，放個7到8分鐘，咱們再來壓面就比較 OK。這個和好的面团呢有一點緊張，咱們讓它稍微鬆弛一下，面筋呢更好壓，壓的时候能壓得更光。然後時間到了，咱們取出這塊面团，用刀1分為2，因為一次壓太多呢並不好。切開之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們的面团並沒有換，就是剛和好的那一塊。咱們直接把它切開之後壓扁，然後上壓面機。压面机压面呢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咱們压好之後它表面就像这樣，表面像这樣比較光滑，你看不到什麼裂痕呐，包括小泡，這樣的狀態就 OK， 不需要把它壓得很久。然後咱們在捲的時候大家要注意，最前面這一層呢稍微給它捏薄一點，然後壓的時候第一層一定要給它壓實，不然咱們捲的時候裡面容易有氣。第一層壓好直接捲起來，在捲的時候還是要捲緊，因為不捲緊的話咱們蒸出來呢它容易出現起皮，它上面呢皮芯分離的情況就比較多，比較嚴重。然後案板上撒上一點乾粉，防止它粘，直接這樣搓，搓的大小粗細一致即可。然後直接砍饅頭，在砍饅頭的時候這個大小呢大家自己控制就好了，只要不要讓它偏大或者是偏小就 OK。 切開的饅頭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這個切面，如果說孔洞還是比較多，就是咱們捲的時候不夠緊，但是這個不會影響它的最終效果。咱們全部切好之後像這樣給它整一下形，咱們這樣稍微收拾一下，發好之後的效果就會比較好看。這樣咱們饅頭就算全部做好了，一發饅頭全部過程結束。然後咱們就不需要去進行2次發酵，咱們直接把蒸籠上刷上一層油，直接給它隔開擺好。擺的時候呢盡量不要靠得太近，靠得太近呢它容易把彼此的皮粘掉。到這一步要提醒大家，咱們做饅頭面一定要稍微偏硬一點，基本上是1半面粉1半水，這個水量它的成型就會比較好看。然後鐵鍋裡加上冷水，冷水的量呢不需要太多，然後直接把饅頭放上去，放上去之後接下來就進行1次發酵。下來是重點，大家一定要記好，咱們先把火點着，點着火之後，火着了之後咱們不需要很大的火力，像這樣的小火慢慢的燒20分鐘。中間咱們開蓋看一下，它這個狀態呢就像這樣就 OK 了，就不需要再發了。如果說再發呢就會有點過，蒸出來容易起泡。然後咱們直接加大火力開始燒，直到蒸鍋內慢慢的冒出熱氣，這時候開始算時間，加大火力燒18分鐘，然後再減小火，持續蒸30分鐘，咱們就可以出鍋了。現在這種天氣呢不需要燜，咱們直接打開蓋就 OK。這樣咱們鐵鍋蒸饅頭就算完成了。另外咱們做一發饅頭一定要注意好1次發酵的溫度，溫度控制在30度以內，這個溫度發酵的比較穩定，咱們蒸好的饅頭它的效果就會比較好，不會出現起泡回縮這樣的問題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